大家好，欢迎收看 Easy Mandarin 中文播客啊！放我那干嘛？让你也出声啊！不想，你也是一个次主持人呢、管我，我不想。今天我们继续聊一些比较正经的话题啊，就是我确实有点困，我发现啊，中午不困，还是说什么下午崩溃还是什么？中午不睡，下午崩溃啊，就是我现在有点崩溃了，所以我们聊一个会让人不那么崩溃的话题，瞬间清醒的话题。就是我们这个亲爱的会员啊，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啊，就让我们聊一下，就是说这个悲观的人，就悲观这个性格是不是一定就不好呢？很多人其实是比较悲观的，但是对我们大部分人认为而言，你不要那么悲观，你就不能乐观一些吗？那悲观是不是就不好的性格？第二个问题就是悲观能不能改变呢？我想问一下你的意见。为什么那么好笑呢？我不知道，你就比较好笑。我很搞笑哈 ，funny。那我问你啊，我问你，你问我，怎么这么快球就跑回到我这是？我说了那么长一段话，你马上就回到我了。好，继续你说。你是一个乐观的人还是一个悲观的人？我一看，你看，就是有些可能看不到我啊，可能听到，但看我这么喜欢开玩笑，我肯定是一个很乐观的人啊。那你觉得乐观有什么好处吗？乐观啊，积极向上嘛，就是不会过多沉陷在这个不好的情绪里头。然后呢，我是觉得前行的时候，我可能包袱比较少。因为我觉得乐观和悲观对我而言吧，我觉得是乐观的人更喜欢往前看，悲观的人更喜欢往过去看，这是我的一个想法。那你觉得怎么问题一个接一个？你是进行鼓励咨询吗？啊，你觉得你作为一个乐观的人，乐观的人，你好烦人就是你作为一个，我作为一个乐观人怎么了？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弊端？谈到弊端，对，那这样的话确实是，乐观肯定也有一些弊端吧。比如，就是万一你这个乐观是一种盲目的乐观，对吧？比如嗯说，这个我觉得就是类似于这种给别人画饼或者给自己画饼的时候，就说哎，再过一段时间我会怎么样啊，然后我去坚定的认为会这么样子，但是有时候好像就是这个东西呢，就是假如从这个时间点，就是我认为这个时间点到实现这个时间点中间，我更多是我的一个信念去支撑我，就是我乐观的信念支撑，我觉得一定可以。但是我假如没有付诸实践，那样的话，其实这个真的就是空头支票一样的东西。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个乐观的一个弊端就在这里，因为乐观呢会给人一种让你安心下来的这种感觉，就是哎，我已经有这么一个目标了。我在问弊端。这也是一种弊端啊，就是很多时候可能会给自己盲目的这种计划，但是其实不是特别脚踏实地的，就是我觉得一定可以的，但是怎么可以，一步步怎么实现呢？我觉得这个没有细想。我觉得很多乐观人都有这个通病。那你觉得我是一个悲观还是乐观的人？你哈，你当然是一个悲观的人。那你觉得我的悲观，弊端在哪里？咽了一下口水。不敢说，是不是？悲观的话，我觉得你确实是一个悲观的人，这是毋庸置疑的。就是你的悲观的弊端在哪？就是很多时候可能会过分的自省。过分的自省的原因就是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然后这就是很悲观的地方。在我看来，就觉得自己哪个地方又没做好，哪个地方又要怪自己了，等等，很多时候就是往回看嘛，都不够往前看，然后就是有时候对未来可能相对是一个比较相对而言没有那么多信心，这是我觉得悲观的一个，不能说弊端，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这么一个结果反应。你就说弊端又怎么样？说不出来，我这个人是很周全的。有没有优势？优势也有。你是一步一步把我带到那个答案上去啊。好，优势当然就是也是显而易见的，就是虽然很悲观啊，但是呢，悲观的人是有这种状态，就是我相信这个事情挺难做的，既然我认为它挺难做，那我就会想办法
怎么把它一步步，比如说拆解下来，然后一点点去克服它，哪怕最终得到一个成果之后，我觉得还是有点悲观，还是不够好，但是我实现了结果，这和很乐观、盲目乐观的人是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一个处事的方式。我觉得悲观人可能相对而言，就是不是过分悲观的人啊，就是相对而言他会更脚踏实地一点，他会看到很多可能不好的结果，不好的这些副作用等等，他都会考虑进去。考虑进去之后，他可能进行一个通盘的这个考虑，觉得我可以做一做，反正我最坏的结果我已经考虑到了嘛，其实也还好，我应该能做一做。但是乐观的人就是说我不会考虑不好的结果，我就冲就得了，我做就完了，是这个状态。所以你觉得？我问了一个什么问题？我亲爱的会员，你问了一个什么的问题？所以你觉得这两种状态哪一种更好？我觉得说实话，没所谓哪个更好，都是一种人生的，就是一种活法吧。我是觉得，对，无所谓对错，无所谓好坏，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都陷入这种一定哪个好哪个不好的这个里头，对不对？对，这就是你刚开始问的问题啊。原来我自己就可以回答我这个问题，我何必请你来呢？好吧，那我给你点你不知道的东西。对对对，我这个才是我需要的。你要让我说了干啥？我自己不能录节目吗？其实，因为现在的社会，包括很多人在养孩子的时候，其实主流好像都希望孩子是乐观的、积极的。对。包括整个这个社会可能更对于外向的人，对于乐观的人，评价或接纳度会更高一些。对于内向或者悲观的人，接纳度是要偏低一点的。处在就是这种悲观状态下的人，有的时候也会希望自己能够乐观一些，因为那个状态可能是看着是更轻松的，更受大家欢迎的一个状态。你是不是如此？一部分吧。好，有的时候我会非常羡慕你，就是可以把一些事情或者一些情绪瞬间就抛开，然后总是很坚定的相信这个事情一定会有好的结果，但是它同时会带给我担忧，就是你想它变成一个特别好的结果，但是你却没有做一定的风险评估，以及做出一系列的事情，一些准备工作。其实你刚才在聊的时候，其实已经聊到了悲观。悲观它其实大概能分3种悲观。你刚才有聊到2种，你刚刚聊到了其中一种，就是说，比如说悲观的人他比较容易沉浸在过去里，他会，比如你说我会太容易自省，这种呢，其实他就是说，归因模式，它的归因模式是悲观的。什么是归因模式？比如发生了一件事情，然后我把这个事情，这个尤其是不太好的事情，它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会去归因，它的原因在哪里？是什么？一般通常都是向内的原因，而且它会总结出来是跟过去的行为有关的东西，这个就是其中一种悲观，还有一种悲观，它是跟人的天生气质有关。就是有些孩子，你说成年人，你可能还会觉得，是他这样悲观，可能跟他成长经历有关。但有些小朋友，很小的小朋友，他就是悲观的，天生生下来就很悲观。对，所以天生气质这里，有些人他也是会悲观。他这个悲观就是，面对周围环境的评价以及对未来的走向。他更偏向于对以后的事情的一个预估，他是一个悲观的状态，这是就想的都是不好的这种东西。他不叫想的是不好的，而是说，你比如说未来要发生一个事情，我就感觉这个事情不一定有好结果，是这样的，他就可能是下意识的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天生的就是这样的吗？有天生，天生气质里面它有一个维度，就是讲你对这个周围环境的评价，对于这个世界的评价，你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有这么一个维度的，所以这是天生气质里面一块。然后还有一类就是你刚刚说的，悲观人他的优势在哪里？这个其实就是悲观的人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好处，它叫防御性悲观。
御性悲观。对，他并不是说我只是沉浸在哎呀我完了，这事情肯定办不成，这事情肯定或者是马上这个要发生一个特别特别不好的事情，他不只是沉浸在这里面，而是他会去想那个最不好的结果是什么，然后我为此可以做什么样的准备，而且那个结果可能就是要发生的 ABCDEF 好多结果中的其中一个，但它可能是最不好的那个，但我就已经对它有了准备工作，提前有了准备。是的，然后就是很多人会想着，就是他会有一个反应，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会首先想到最坏的结果。对。但是他不同的是，有些人他是想到最坏的结果就停止了，但防御性悲观，它更多是一个认知上的一个，相对于来说一个叫策略，可以叫策略。我想到那个最坏的结果，我就会做相应的准备。对，然后做了这个相应的准备，当那个事情真的发生的时候，那我就不慌了，我就知道怎么做了。我给你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你就比如说，最近学校生病的孩子非常多，非常多，然后甲流，然后我可能第一反应就想着是孩子在这个环境下，哎，万一感染了怎么办？但我不会每天都在担忧啊，感染了怎么办？感染了怎么办？不会这个样子。首先第一，我提醒他做好防护。第二呢，我检查了一下家里的奥司他韦。然后看一下它的有效期是不是。奥司他韦是干什么用的？是治流感的嘛？就是如果万一真的是流感，那么你要怎么？然后看了一点。复习了一些相关的科普，这样如果万一真的这个情况发生了，我就知道怎么去应对了，而不会说这个事情我想啊没事儿，绝对没事儿，但那事情当下真的发生了，可能那个当下有担心、有着急或者有慌乱，可能你这个时候再去做一些准备，包括你买药，可能会出现哎药卖光了的情况，因为我听说最近好像药店这个药都断货了。它就会有防患于未然，但这个事情不一定会发生，但我会知道万一这个不好的结果发生了，我可以做什么，它叫防御性悲观。这不就是那个没事儿，那不就是我吗？是啊，就是真的让我想起当时疫情的时候，你确实很多有些东西提前囤货，囤了药也有口罩啊等等，对吧？还有家里很多吃的，所以确实是。在那个状态，像我这种人的话，可能就不会提前做任何的计划，就走一步看一步。我当时记得还有一些新闻，就说有些年轻人就是没得吃，因为他们租房子从来也没有考虑过要囤一些什么东西。所以这个我是觉得真就是一个防御性悲观的话，是一个很大的优势。能把通篇考虑到最坏结果你都考虑到了，然后你还有应对的措施，对吧？所以我觉得为悲观的人代言一下，就是不要觉得自己这个状态是不好的，没有必要一定要变成对方的另外一种模式。不要变成没事。你悲观的人如果强行的去要按乐观的人的那个思维方式去生活，肯定会有问题。而你乐观的人，你要求他以悲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去做一些。对，肯定也是不 OK 的。只是你去看，在乐观的人，对于乐观人，他的优势在哪里？就是对于情绪的消化。那么我们悲观的人就可以去看一看这个优势怎么在我们身上可以适度的借来用一用。比如说我可以怎么去消化我的紧张、担忧的情绪，然后我可以更多的把我的关注点放在哪里？就是扬长避短。这就是扬长，那么放在哪里？就是我们的长处，就是做计划、做准备。那么你就可以更多的去落实，你可以怎么做？它其实就帮你更加走向一个偏理智化的一个理性化的一个状态。然后你真的是把这些东西都做好了，你觉得安心了。其实就很好了，就 OK 了。是的，其实如果生活里有一个跟这样的一个人相处的话，其实会非常安心的，因为他会把很多事情都考虑清。我可以作证啊，可以把很多东西都考虑进来，然后你会觉得非常的安全跟安心，你觉得就算有些事情发生了没关系，他都有准备。对，我跟你说，和大家分享一个例子啊，我亲身经历，就是之前我们家出行都是他在考虑所有东西。对吧？包括去哪里玩啊，酒店啊，说考虑的特别细啊。然后我记得暑假的时候，当时和我爸妈一起出游嘛，开了个车去平潭的时候，是我做的这个攻略。
比如说吃什么呀，住什么酒店啊什么的，我当时我懒下来，这有什么难的，我来做，你不要烦了，我来。然后做了攻略之后，真的就没有吃到一顿好吃的当地的食物。后来是去了一个大商场才吃到了一点，也不能说很当地的食物，但是才到那第一顿，就等吃饭就等了1个小时，而且还巨难吃，我对自己很无语啊。感谢有你在我身边。不过也是一种体验。就是以前我会对于要做太多的这种过多的计划，它其实反而是种负担。但你把这个负担卸下，然后你也可以试着抛出去，然后去坦然的面对这种结果，因为你再去想想这种东西，它不会，它就算再坏的结果也不会多坏。对。那么你有这个底线在，你就不怕。那么去做一些未知的一些探索也未尝不可。对，它可能也是一个不一样的体验。对，其实我觉得旅游真的能体现悲观和乐观的人这个心态。有时候，悲观人他可能相对确实像你说计划的很周全，他希望把所有东西都考虑得很周到，但是可能到时万一有点出自己意料之外的一些事情的时候，相对会比较紧张不安比较多一点。乐观人就觉得我走一步看一步，怎么样都 OK，哪怕比如说没吃到好吃的也还好，就是哪怕有些亏了钱也都还可以，无所谓。所以我觉得就是真的家里有一个悲观的人，一个乐观的人，是一个完美的组合啊。好了，今天就到这吧啊，拜拜喽，拜拜。